第276章阻拦。卖身。闻言，萧炎一愣，旋即苦笑着摇了摇头，转过头来望着海波东，摊手道：“你自己搞定吧，我只负责炼丹，药材的事情可应该是你自己去操心。”见状，海波东无奈地摇了摇头，站起身来，从那戒中掏出一张极为精致的紫金卡片，随意地抛在桌上，道：“小女娃子，赶紧去把药材给我弄过来吧。你这100来万，就想把萧炎留在这里，那可是太看不起他的身价了。”愕然地望着桌面上的那张表面绘有7条银色波纹的紫金卡片，亚飞脸颊上闪过一抹震惊。经常与无数强者打交道的他，自然是极为清楚，这种紫金卡至少是必须具备斗王级别实力方才有资格使用。难道这看似不起眼的老者竟然会是一名斗王强者？俏脸上的笑意逐渐收敛，亚飞眼神复杂地看了那坐在椅子上无聊踢着指甲的萧炎。这个小家伙这3年似乎混得不错呀，竟然是能够和这种强者有着交集。要知道，斗王级别的强者即使是到了米特尔家族，那也绝对是无人敢怠慢的座上宾啊。小心地握着紫金卡，亚飞玉手在上面缓缓抚摸而过，特殊的质感让得他迅速地辨清了真伪。当下手掌轻拍，一名模样娇俏的侍女便是赶紧从门外走了进来，去将这4种药材妥善装好，然后拿过来，快一点。将纸片递给这名侍女，亚飞凝重地吩咐道：“是。”侍女恭敬地应了一声，然后快步地退了出去。“老先生，请您稍等片刻，药材马上就取过来。”望着那退出去的侍女，亚飞对着海波东躬声道。微微点了点头，海波东便是坐回了椅子，端着茶杯，也不说话，就这般静静地等待着。忽然发现这位不起眼的老人竟然会有如此牛逼的身份，亚飞也不再敢随意地调笑那似乎与前者关系不浅的萧炎，安静地坐在椅上，不再随意发言，偶尔略微有些奇异的目光会瞟过那无聊中的少年。随着3人的沉默，这房间中的气氛便是逐渐地沉闷了起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萧炎终于是微微皱了皱眉头，刚欲开口说话，门口处那有些慌张匆匆走进的侍女却是率先将沉闷的气氛打破了去。“药材呢？”听得匆匆脚步声，亚飞抬起头，望着那双手空空如也的侍女，黛眉微皱，沉声道：“亚飞小姐，药材被雷欧长老强行劫走了。他说这些药材早就被人预定好了，不能再转让给别人。”那名侍女脸颊上带着许些惊慌，胆怯的道：“啪！”闻言，亚飞俏脸骤然阴沉而下，玉手重重地砸在桌面之上，咬着银牙道：“这老家伙，这些药材放在库仓中都有几个月有余了，我怎么从未听说过早就被人预定好了？怎么回事？”望着这突然的变故，萧炎眉头微皱，轻声问道。缓缓地吸了一口气，丰满圆润的胸脯微微起伏着，亚飞玉手揉着太阳穴，苦笑道：“那叫雷欧的老家伙，就是被你先前揍得吐血的雷勒的爷爷，也是米特尔家族的一位长老，权力不小。公报私仇？”萧炎眼眸微眯，淡淡的笑道。一旁缓缓抿着茶水的海波东花白的眉头微微挑动，没有说话，只不过那捧在双手间茶杯中的茶水却是在转瞬间被凝固成了寒气缭绕的结冰。哎，那老家伙这次的确是有些过分了，竟然做出这种事情。站起身来，亚飞俏脸略微有些阴沉，对着侍女道：“带路，我去亲自找他理论。”闻言，那名侍女微微弱弱的点了点头，刚刚转过身，一道苍老的冷哼声便是从门外传了进来：“找我理论？哼，好啊，我也正好想要看看是何人，竟然敢在这里打伤我孙子。”听得这冷哼声，亚飞俏脸上的冰寒越来越浓郁，双手撑着桌面，冷冷地望着那从门口处涌进来了几人，领头的是一位面容略微有些阴旧的华袍老者，在他身后还跟着那脸色苍白的青年以及几名护卫。此时那位青年正拿怨毒的目光狠狠地剐着坐在椅上的萧炎。“雷欧长老，你这是什么意思？虽然你是家族的长老，可你什么时候有资格插手拍卖场的事情？
更何况，你竟然还敢拦截下客人所订购的药材，你这是想让我们米特尔拍卖场名誉扫地啊！俏脸充斥着寒意，亚菲怒视着老者，一顶大帽子狠狠地扣了下来。在这顶厚重的有些让人难以呼吸的大帽子下，名为雷欧的老者脸庞也不由得微微变了变，不过旋即他便是冷笑道：嘿，好大的官威，亚菲，以沫还真以为你如今也是一名真正的长老了。什么时候等你将那带监察长老的那个带字去掉，再来和我如此说话吧。不过我想你或许没有那种机会了，你身为米特尔拍卖场的监察长老，可却私自带外人进入家族重地，并且还擅自打伤族人，这几种违规过错，下一次元老院会议开启时，我会郑重地向其他长老提出罢免你职位的要求。进入门后，雷欧阴狠的目光在萧炎与海波东身上扫过，年纪轻轻的萧炎倒并未让他太过关注，只是那胸口上的二品炼药师徽章让得他心中惊了一下，不过也仅此而已。凭他的身份，所接触的二品炼药师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的大部分视线还是停留在那面无表情的海波东身体上。不过他的眼力自然是不可能瞧出海波东的深浅，当下心中的无知便是变成了无畏，反而是少了几分忌惮。若说对方是斗灵或者斗王级别，那么他应该能够察觉到一些能量波动，而现在在雷欧的感知中，海波东周身却是没有半点能量流转的痕迹。有着这般现象，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方是一名超越斗王的斗皇强者，二便是对方实力低微的让人难以感应其体内斗气的存在。加玛帝国明面上的斗皇强者，雷欧虽然没有资格与他们结识，不过倒也还见过面。可惜那几位斗皇强者都不是面前的海波东，那么剩下的便只有最后一个原因了。雷欧长老，你或许是忘记了拍卖场的一些潜在规矩，某些大客户是有资格进入这里，而至于雷勒的事情，那纯粹是他自找，怪不得别人会出手教训。亚菲冷声道：牙尖嘴利的丫头，大客户？嘿，好，你来与我说说这两人是何身份，好让我判断一下他们究竟有多大，是否达到了条件所说的资格。雷欧撇了撇嘴，阴声道：他的人脉在加玛圣城倒也是颇为不错，一些稍大点的势力他都能够分辨，至于加玛圣城之外一些雄霸省份城市的土霸主势力，他同样是认识不少，可却从来没见过萧炎两人。听得雷欧这话，亚菲微滞，他只知道萧炎的身份，不过一个萧家还远远不可能让得这在家族中出了名嚣张跋扈的雷欧有所忌惮，而另外的海波东，他却是丝毫不知道其底细。望着那没有了话语的亚菲，雷欧脸庞上浮现一抹得意，阴恻恻的道：看来侄女也是不清楚人家的身份啊，可这样就敢把陌生人带到家族重地来，看来你的确是不适合做这项职务。被雷欧这番抢白，亚菲俏脸顿时略微有些铁青了起来，咬着银牙道：我不与你争辩这些，那些药材是他们先预购，如今钱都已经给了，你却半路给结了，这是传了出去，损害了米特尔拍卖场的名声，我看你如何向大长老他们交代。大长老三字入耳，雷欧脸色明显的变了变，显然这个名字对他是极具震慑力。不过当他偏头望着自己宝贝孙子那苍白的脸色后，一股怒气涌上，冷笑道：那些药材早就被人预定了，我只不过是不想日后人家来索要，你却拿不出东西交代而已。你放屁！俏脸铁青被他这番强词夺理，亚菲手掌重砸在桌面之上，竟然是被气得直接爆了句粗口。若是有人预定这么大的单子，我怎么可能不知道？雷欧长老，你这般做事实在是有些掉你这长老的身份。亚菲愤怒的道：这是我一定要向大长老亲自禀报。说着，亚菲便是愤怒的站起身来，望着他这般举止，那一直保持着沉默的萧炎终于是缓缓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来到桌旁，拉着亚菲，然后把他摁在椅上，拍了拍他的脑袋，微笑道：这些事明显说理是说不通的，还是让我来吧。你别乱来了，那老家伙可是斗灵强者，你再如何变态也绝对打不过他的。萧炎那亲昵的举动让得亚菲俏脸略微红了红，微微挣扎了一下，可却没有丝毫反应，盯着那微笑的清秀面庞，他
他略微有些焦急的道：“我的确不会出手。”萧炎笑了笑，转过身来望着椅上的海波东，淡淡的道：“海老，雅姐是为你的事方才弄成这样，你也别呆着看戏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